在这儿，其他人呢？你没事吧？现在岛上已经发生了2起命案了，你赶紧平复下。其他人都在岸边等我们。我说过了，在没有找到画本里的凶手之前，那个人是不会放任何人离开的。这附近的水域每隔1个月才会稍作平静，除非有船来接大家下岛。另外，照目前这个水位上升速度，最多5日，海水就会淹没此岛。少废话，现在就开始第3个画本。都已经发生2起命案了，谁还有心思玩什么画本啊？不就死了2个人吗？谁要是不敢玩了，就自己跳下海逃出去。确实，如果我们不继续画本，5天之后，我们都会死在这儿。从今晚开始，任何人不得单独行动。我就不信，凶手会在众目睽睽下行凶。这个画本会果然和爹的死有关系。眼前这诡异的一切，都要从3天前说起。这个花满楼神秘莫测，鲜有人踏足，却在1个月前昭告天下，邀请了7名听客前来参加一场神秘的画本会。为了调查爹爹当年死亡的真相，无论如何，我都要参加这次画本会。这里应该安全了吧？哦！你去那边，我这边，好，走。他跑哪去了呀？你去那边看看。帮我，好，不然杀了你。多亏了说书人周月，总算是混进画本会了。欢迎大家莅临花满楼参加此次画本会，我是这里的掌柜妙娘。小女前几日刚完成几个画本，并有幸能够邀请到名动长安的说书人周玉周公子携妻莅临主持这场画本会。这里一共有6个画本，每个画本讲述了一个故事，而这6个画本本身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接下来几天，只要各位能够还原画本故事的真相，并且找出凶手，那么最先找到凶手的人就可以得到长生宝图。诸位，在下赵辽，希望我们互相合作，方能制胜。都是冲着彩头来的，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就免了吧。花满楼之所以能够吸引无数听客，自有其神奇之处。画本过程中，听客能身临其境进入到画本故事里。这每个画本还会有一位听客来做主角。这第1个画本主角便是教坊乐人沈宁姑娘。下面我们开始第1个画本。大唐年间，民间传言，洛阳巨富邵氏藏匿宝图，
寻图所至，便可得长生秘法及稀世珍宝。然世人贪心至盛，长生宝图为邵氏一族引来杀身之祸，何否葬身火海？给治疗眼疾的法事完成有一会儿了，快去请阿宁医师。哎，阿宁医师，我家老爷请您去一趟。多谢阿宁医师。不知这接下来如何呀？大少爷之所以眼疾久治不愈，乃是沾染邪毒所致。外面的火坛切不可熄灭，待我明日再做一场法事，便可驱除邪毒。啊，如此甚好。哎，带阿宁医师下去休息。是，老爷。阿宁医师这边请。弟弟，弟弟。弟弟，兄长是不是快好起来了？他答应带我去长安的，还没去呢。小少爷，我看这个阿宁医师啊，确实有几分本事。待过些时日，大少爷一定就能带你去长安了。哼，我不想跟你说话，你都治不好我哥。胡说什么？还不赶紧回房读书？别以为你哥病了没人管你，你就可以肆无忌惮。下去。阿宁医师，你这是何意啊？图在哪儿？什么图啊？别装了，谁不知道你少府藏了那个宝贝？你放心，我对其中的财富不感兴趣。你只需带我找到那传说中的府邸仙宫，我只取一物，
仙宫的财富可尽数给你，如何？阿宁医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想找到救我祖父的长生药。你把图给我，我可以不杀你，但你若不从，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你想清楚啊！你杀了我，你也走不了的。你以为还会有人来救你吗？既然你不说，杀了你，我照样能找到。祖父，阿宁已经尽力了，还是没能把您救回来。什么情况？我好像真的进入到画本的世界里了。周玉，可是你在捣鬼。我岂有此等本事？想必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画本故事。画满楼之所以能够誉满江湖，也正是因为来此的客人都能感受到这奇异之处。不愧是久负盛名的花满楼，果真奇异。今日真是大开眼界了。这画本里的凶手如此明显，还需作何推断？这画本所述有虚有实，各自所见均源于内心记忆。这只是第一个画本，大家只需记下认为有用的线索，不必着急给出答案。我身体不舒服，想先回去休息了。他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我看他随身带着药，可能是身子弱，今日也有些累着了吧。各位，今天我也有些困乏，先走一步。既然有人身体不适，大家就先各自回去休息吧。那在下也回去了。沈姑娘，你不是不认识我了吧？第一个画本，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再不走，我叫人了。我给你时间，我晚一个时辰再来。不过我要劝劝你，好好想想。
晚上好啊。好。透透气。呵呵。今天的画本，你也觉得很像那件事？也许只是一种巧合吧。会是巧合吗？已经7年了，如儿，你不是想治好我的脸吗？那就好好帮我找到凶手，拿到宝图。是我，快开门！朱全，你大半夜来沈姑娘房间干什么？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沈姑娘因为身体不适，我想送一些清新的药物，谁想到送药？我看不是吧？送药拿酒瓶干什么？身上还有股酒气，我看你是来找麻烦的吧？哼！是沈姑娘让我晚些时间过来找她的。胡说！沈姑娘身体不适，怎会与你相约喝酒？我看就是你有意骚扰，老色鬼！就算是我想找沈姑娘喝酒聊天，那人也不是我杀的。哼！尸体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外伤。看见了吗？我是无辜的。会不会是旧疾发作呀？白天的时候，沈姑娘身体就有些不适。不对，她随身带着药品，怎么可能死于旧疾？不用找了，身上没有药品。在床底。给。你。这是治疗气急的药物。你还懂药啊？略知一二。我知道了，沈姑娘一定是气急病突然发作，想从腰间找到这个药瓶，药瓶不慎滚落到床下，她无力拾取，这才气急身亡。肯定是。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莫不可草率行事。我看，先行报官吧，这样给家属呢也有个交代。若是报了官，画本会就只能先取消了。不
不能取消。意外死亡而已，何必连累我们这些好不容易才到这儿的人？好歹是一条人命，怎可如此草草了事？花掌柜，报官吧！不准报！如姑娘，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花掌柜，不如这样，我们先将沈宁姑娘的尸体送下岛，并联系其家属。在此期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继续画本会。如若官府来查，我们极力配合便是。人命关天，还请花掌柜尽快将沈宁姑娘的尸体送下岛，并联系其家属。诸位请放心，既然是在我这花满楼出的事，我必定会负责到底。让各位受惊了。沈宁姑娘的遗体就请交给我和花伯来处置。各自先回房歇息吧。有劳了。沈宁的死你怎么看？朱全说他死于气急发作，我看没那么简单。我也觉得不对劲。你还记得画本里阿宁的死状吗？跟现在一模一样。还有那个朱全也很奇怪，如姑娘就更奇怪了，居然为了继续画本不愿意报官，为什么呢？恐怕不愿意报官的不止他一个。哎，等等我呀！就一个床，以后怎么睡呀？还能怎么睡啊？当然是我睡床上，你睡地下。你真小气，就知道占床，鞋都不脱，真邋遢。太湿了，他出去干什么呢？叫你不要跟过来，非要碍事。上。我不该打你的主意，但是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我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你不是我杀的，我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你放过我吧！离我远点！别过来！都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你们是想抢我的钱对吧？我不怕，我不怕，我终于有钱了！我有钱，所以我不怕你们！来呀，来！
人多。发现你。他看不见我们，应该是被什么东西迷惑了心智。他没事吧？他没事，只是昏过去了而已。奇怪，沈宁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他不是已经死了吗？那个人肯定不是沈宁。那肯定是有人在装神弄鬼。这个花满楼越来越诡异了。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赶紧把他扶回去吧。睡得跟死猪一样，还挺沉。醒醒！哎呀，你这样没有用，看我的！嗨！别动啊！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你不记得了？刚刚你的……朱先生，刚刚怎么了？您刚才在树林里晕倒了，是我们把你带回来的。你说，你上树林干什么去了？沈宁今天不是发生意外了吗？我也是心情不好，所以出去散散心。多谢二位搭救之恩。朱先生既然没事儿，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好。你刚刚怎么不多问他些问题？那老头一看就不对劲儿。我问了他就会说吗？还是你希望我跟他说，我们大半夜跟踪你，然后发现你在那儿胡言乱语？那也不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你看他那心虚样，一看就没做什么好事。不过，你刚才那一巴掌打得不错。那当然，我就是看他不爽，想替沈姑娘出口气。到了。什么到了？到房间了。这场今天就是我的啦！你半夜要是敢上来，小心我咔嚓了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吗？阿全。我早晚收拾你们俩。你怎么在床上？什么叫我在床上？这明明是我的床，而且昨天晚上是你把床还给我的。我哪有？
别。那我睡床上了。我不管，你就是上了我的床，你讲不讲道理啊？明明是你上了我的床。无耻！哎！你个泼妇！你敢骂我？骂我！周公子、柳姑娘，你们没事吧？没事儿。好着呢。那便好。今天是第2个话本，我特来告知一声。不过不急，二位可以慢慢来。那妙娘就先行告退了。要我说，那话本中的阿宁跟那个郎中一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虽然没有听见他们在门口的谈话内容，但那郎中闻过香炉里的香之后，明显没了之前的慌乱，定是抓住了阿宁的什么把柄。也许那个阿宁根本就不懂什么医术，他用的那个香肯定是有问题的。可是这郎中既然闻了香，又没有揭穿阿宁，而阿宁又是第1个话本里的凶手，那这郎中会不会是阿宁的帮凶啊？各位，这里是第2个话本。那我们开始吧。阿全掌柜，我刚从少府送药回来，少老爷送了咱们几坛青梅酒，说是快到中秋节了。嘿，放这儿吧。哎，有没有谢谢少老爷？谢了谢了。掌柜的，我还有个事儿。说呀。我刚才在府里听到东家大少爷说是要差人查咱药肆的账。怎么回事啊？是没有啊，还是不知道？不知道。掌柜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这账上的事儿，万一被查出来，那可就了不得了呀！没事，你先给我顶住了，我自有办法。阿全掌柜，您稍微快点儿。阿虎，大少爷到底怎么了？你就先别问了，我求您了，脚步放快点，我家少爷正等着您救命呢。怎么样？大少爷中的这是奇毒啊！此毒怪异，
有失明的危险呢。这怎么会这样？老爷，您别急，这样我开一剂方子，您让阿虎早晚各一次敷于大少爷的眼部，可缓解症疾。好，阿虎，哎，送阿全回去吧。好，老爷别着急啊。老爷，苗族巫医的仪式已经准备妥当了，说是让把大少爷绑起来抬过去。老爷，这把大少爷绑起来，这苗族巫医可信吗？这个，难道你还有别的什么法子吗？行了，快去。叫走了。我们家怎么会养着一只你这样恩将仇报的白眼狼？我爹就给你开药死，你怎么会有今天？怪就怪你非要查我们家的药肆。这画本也太吓人了吧！如儿，花掌柜，你创作的画本
可有借鉴什么？于公子何出此言？大少爷眼疾，灭门大火。你这写的分明就是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徐府灭门惨案。我也有所耳闻。你这话本里面的内容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当年徐家的大少爷徐玉良，正是因为患了眼疾，招募天下能人异士为其医治，可惜何家却葬身于一场大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彩头所指的长生宝图，应该就是当年的徐府之物。画本故事多有借鉴真实故事，大家不必介怀。至于这宝图，待有人找出真相，自会揭晓。现在看来，这第二个画本里的阿全，比第一个画本里的阿宁更为可疑。只是，为何会有两人下药，两人放火？这便是画本内的嫌疑点。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当年案件的嫌疑者，这两个画本意在解释当年嫌疑者的作案动机。周公子果然聪慧。既然都是嫌疑人，这阿全又是少府的亲信，如要动手的话，他可比那巫医要容易许多。不好意思啊，我肚子不舒服，先走一步啊。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你没事吧？没事啊，一个画本会而已，我能有什么事儿？杀了我！是你杀了我！我没有杀人，我没放火，我没有杀人。周月，你觉得画本跟7年前的徐府大火案有关系吗？花妙娘不是说了吗？画本是借鉴的，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很正常。可疑的是岛上的我。你是指朱全跟昨晚出现的沈宁？我们要不要再去昨晚的地方看看？周月，你说昨晚朱全看不到我们，这是为什么呀？他似乎失了神智，进入了某种精神世界中。我猜想，也有可能跟我们进入画本的情形有些相似。花满楼的奇异之处，难道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奇妙的物质，可以让人产生幻觉？亦或者是某种特殊的戏法？
戏法。嘘，怎么了？那边有动静。胸部和肩部都有外伤，凶手如此凶残，看来沈姑娘的死并非意外，一定是连环杀人。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朱全的死状跟画本里的阿全一模一样？不仅是朱全，沈宁也是。花掌柜，这个画本是你创作的，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呢？你把我们叫到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此事我确实不知。其实我并不是花满楼的掌柜，我和花伯也是受雇于人，将你们请上岛找出画本真相。至于这画本是何人所写，我们也不得而知。你说不是就不是了吗？花掌柜，若你所言非虚，可知雇你之人是谁？那个人找到我时，穿着一身黑色斗笠，我并没有看清其容貌，而且他还压低了嗓音，也不知是男是女。不管这个人是谁，我们都应该离开这个岛，这里不安全。如儿，就算找不到宝图，我也一定会治好你的病。你说过要为我找到宝图，你现在就要后悔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地方不安全。我们谁也下不了岛。什么意思？那人说了，只有找到画本里的凶手，才能让大家离开，此前都不会有传来。这人就是想把我们困在这个岛上，然后一个一个杀死我们。我怎么知道你跟他不是一伙的？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杀了沈宁和朱全，我只知道没有找到画本里的凶手，他是不会放任何人离开的。你可以杀了我，但依旧改变不了你们的处境。那你还不快把画本都拿出来！我这里只有3个画本，后面的画本那人还没有给我。他如何给你画本？他会把画本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但每次放的都不一样。这么说来，雇你之人也在岛上？那一定是那个人杀了沈宁和朱全，他肯定躲在某处，伺机行凶。不，现在还不能确定杀了沈宁和朱全的凶手就是花掌柜背后的雇主。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把我们所有人困在岛上，目的是让我们找出画本中的凶手，但其真正意图应该是找出当年徐府灭门案的真凶。既然各位都不愿意休息，那不妨说说，这2天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如何？画本结束之后，我就休息了。期间，我看到周玉散步经过，反正好啊。
我当时的确在散步。哦，对了，我外出散步的时候，发现沈宁姑娘的房门从外面锁了，应该是出去了。你散步的时候就没有见过沈姑娘吗？我当时只在院子里散步，但是有人进出，我肯定能发现。这么说来，沈姑娘没有走出花满楼，而是去了花满楼其他房间。会不会她是去了凶手的房间？我看见了一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成为线索。沈宁姑娘被发现的后半夜，我听见屋外有动静，我便打开门悄悄地看了一眼。我看见周公子和柳姑娘一起扶着朱全回到他的房间。当时我以为朱全只是喝多了，但现在一想，当时的朱全好像是昏迷着的。周玉公子，你可否解释一下？当时我和如梦发现朱全鬼鬼祟祟地往外走，我俩便追了上去，但是中途跟丢了一段时间。待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地上昏迷了，所以我们俩人便把他抬回房间。等他从房间里面醒来，我们盘问他，他却什么都不肯说。如何能信你的话？万一是你们夫妻二人联合骗我们的呢？你没有证据就胡乱指证，莫不是想混淆视线？你们大半夜不好好在自己的房间里待着，谁知道是不是出去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呢？你血口喷人！我看那时候你不想报官，你才是心里有鬼吧？你再敢胡言，我就杀了你！你若敢动我娘子，我也一定不会放过你。哼！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如果有人说谎，他一定会露出马脚。如果凶手在我们中间，那他一定隐藏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看不如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轮流值守，先把今天晚上度过再说。大家觉得如何呀？竟然还能睡得着。于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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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伤口，没有脉搏，他死了。这也太蹊跷了吧！我们都在这儿，他是怎么死的？3起命案如此离奇，难道不是人为，是诅咒？你这话是何意？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徐家诅咒的传说吗？相传，徐老爷当年发家致富，是误闯了黄大仙的仙宫府邸。他不仅发现了长生的秘密，还带走了一大批金银珠宝。可这仙宫里数以万计的宝贝，那是徐老爷一个人能带走的。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就杀了黄大仙，然后将仙宫府邸的位置画在了图纸上。这也就是传说中的长生宝图。但徐府从此受到了黄大仙的诅咒，最后满门惨死。你胡说八道！徐老爷是赫赫有名的医商，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你瞎编的吧？这个传说我也略有耳闻。你看，我不是瞎编的吧？如果是诅咒，那岛上的命案是怎么回事？也许是黄大仙在用这种方式阻止大家找到他的仙宫府邸。
虽然大家都是冲着这彩头而来，但谁也不想在此而丢了性命，不是？一派胡言！什么诅咒？徐府灭门、岛上命案，一定都是人为。既然这岛上命案和徐府灭门案有关系，而我们不继续画本，也会有人被杀。那么目前，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继续画本，找出更多的线索。不，我可不想死在这儿，我要离开这里。赵公子，我说过了，在没有找到凶手之前，没有人可以离开。都准备好了吗？多吃点，多吃点。都已经等了好久了。谢谢。多吃一点，孩子。这个给你。我已经2天没吃上饭了。拿完了就赶紧走啊！是啊，杵那儿挡路呢。啊！快点，我饿死了，真是。哟，这不是偷了东西的小贼吗？我没偷东西，之前的馒头是我地上捡的。那你这个呢？这是我领的，还我！还给我！你看你那个蠢样！你看你个蠢样！我的馒头还给我！不是要馒头吗？给你啊！三位施主，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要你管闲事了吗？走开！大师饶命，我们不敢了。走。我观小施主面相应为良善之人，为何会沦落至此？我爹爹不要我和我娘了。你娘呢？我娘病重，我出来给她找点吃的。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既然小施主无处可去，如不嫌弃，我碧云寺旁有一处简陋小院，或可为你们暂时歇脚。谢谢大师，谢谢大师，谢谢大师，谢谢大师。待到你们家老爷亲自出来见我，我自会亮出身份。我们已经禀告过老爷了，你这小子就不要在这撒野。姓徐的，你给我出来！我跟你说过了，我家老爷正在给大少爷治病，闲杂人等一律不见。你们就不怕你们家老爷抛弃妻子的事情传遍整个城里吗？还是你们徐家这块义上的牌子不想要了？告啊！啊！你看人家相信我们家老爷，而相信你，胡总，快点！你这种人，我们可见多了。还拿着牌位来，我呸！让开，让开，让开！就！
你是何人？你白天不是还不愿意认我，怎么到晚上就不记得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少废话！既然你不愿意认我这个儿子，我也没打算你再认我。只要你把宝图给我，我饶你一命。我没有宝图。走。来人了！这怎么又出现了一个私生子？我从未听说过徐府有私生子。柳姑娘，你对徐府很了解吗？略有耳闻罢了。这3个话本中，杀人放火的都不是同一个人，说明这话本的幕后之人可能并不了解当年徐府的真相，甚至话本中的某些内容是他根据自己的推断而书写的。如果我们按照话本的全部内容去推断，恐怕难以获得真相。话本中的死者莫名被杀，跟于荣的死状相同。这幕后的人，定是这岛上行凶的人。我知道了。我觉得这3起凶杀案跟7年前的徐府灭门案肯定是有必然联系的。我记得当时朱全闻出了沈宁的药，如果与角色对应的话，那朱全就是郎中，沈宁就是苗族巫医。这么看来，于荣就是私生子啊。看来，在座的各位与当年案情相关者，还大有人在。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案件的嫌疑人。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3个话本中的死者都是当年案件的嫌疑人。那么下一个人又会是谁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话本里还出现了一个线主。我倒是记得一件事，7年前，这安华县主追求徐玉良的事情，闹得满城皆知，而徐玉良却并没有答应县主的任何追求。这会不会是县主因爱生恨，杀了徐府一家？如儿，既然如姑娘身体不适，不妨我们稍作休息，再继续。先各自回房歇息吧。谢了。周月，你是不是也觉得于荣就是徐家的私生子？啊！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周月。他怎么了？从刚才画本结束后就有点怪怪的。周月，你难道不觉得这幕后之人就是当年徐府灭门案的幸存者吗？那受到邀请的你又是谁呢？你靠得这么近，就不怕我是当年的凶手？我开玩笑呢。你开玩笑一点都不好笑。再说了，如果你是当年的凶手，你干嘛要帮我？除非你知道我的身份，要灭我的口。你怎么不说了？不想和你说话，你在这休息吧，我出去走走。是谁？想快点结束游戏吗？你什么意思？一起合作，找到暴徒，财宝归你，药归我。出去，如儿。出去，如儿，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它早就……我让你出去！如儿，我才是你的夫君。你了解我吗？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你要是知道，就不会成为我的夫君了。继续吧。花掌柜，我想再确认一下，是不是找到了真凶就可以拿到宝图啊？自然是。好。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谁是幕后之人，但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真凶就是于荣。你可有证据？证据自然是有，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关于真凶的细节。因为我就是当年徐府的一位下人。你说连阿全大夫都看不好的演技，做一场法事能管用吗？这可是老爷花重金聘请来的能人异士，当心被老爷听到打你板子。那也不能把大少爷绑起来呀。跟你讲过多少回了，谨言慎行。不懂的事儿就不要瞎说。那一天晚饭后，我感觉很困，似
似乎是饭菜里被下了药。我担心站岗睡着，便去洗了一把脸，清醒了一下。回去时路过老爷的房间，我听到了一些动静。那时候老爷说什么我没听清，但我听到了一阵声响。我退了几步，接着我又想回去听听情况。这时徐老爷说了一句：“你不记得了吗？你小的时候，我是你的。”又不知过了多久，我从睡梦中醒来，那时已经燃起了大火，而我费尽力气才逃出了徐府，所以我断定，当天晚上在徐老爷房间里的人，要么就是徐老爷的故人，要么就对他十分重要，而唯一符合这个条件的，就只有私生子于荣。那按照你的意思，徐老爷是想认这个儿子的，那他为何又要把于荣赶出徐府？不对，据我所知，徐老爷的房间里面挂着一幅女子画卷，她视如珍宝，而这个女子正是私生子的母亲。试问，如此痴情的徐老爷，又怎么可能赶走他和这个女子所生的儿子呢？你有何凭证？证物我自然是没有，但我有一个人证。宋公子，我说的对吧？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你虽然白了头发，比以前老了很多，但我还是认得你。他就是当年徐府的上门女婿范真。没想到啊，在我们中间藏着一个我们徐府的下人。我怎么对你没印象呢？当年我入徐府还不到2个月，姑爷对我没有印象也是正常。还请姑爷为我刚才所说之事做个见证。是，徐老爷的房间里确实挂着一幅画，是他的心爱之人。我也是偶然听徐老爷提及过一次，和刚才赵辽所说几乎相差无二。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再隐瞒了。安华县主，这么说来，你是安华县主的夫君，韩将军之子，韩章。正是。草民拜见县主。免了。谢县主。我这里有一样东西，可以佐证赵辽刚才所言。这是我当年调查徐府灭门真凶时得到的线索。这枚剑是在徐老爷的尸体上发现的。我想赵辽所听到的动静，应该就是机关里的暗箭射中了徐老爷。华掌柜，既然如此，还请你交出宝图。等一下，你凭什么说于荣就是凶手？万一你说的证词是编的呢？柳姑娘，这县主都已为我佐证，你还如此质疑？莫不是眼红我能拿到宝图？哼，
如果那个人信服你所说的话，自会将宝图给你。什么意思？宝图不在你手里？我既是受雇于人，宝图自然不在我手。你们只需将推理过程和结果写下，放入瓶中，丢进大海。如果凶手正确，自会有传来。我曾经去过大理寺，可我得到的消息是，徐府满门都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并没有被利器所伤的记录。如儿，你是如何得到此证物的？我自有我的方式。有人故意压下了真相，所以你无法查到。既然真凶已经找到，你也可以放下了。等离开这个岛后，我就会找赵辽拿到宝图。看来某些人指证的凶手也没有得到认可啊。果然没来。各位，那人给我传来了一个消息。写了什么？作为推出错误凶手的惩罚，下一次推出凶手的时候，要把他扔到海里。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是要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杀人凶手。那也是凶手自食其果。可如果我们把凶手扔到海里，那我们和凶手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不继续画本，我们就会被涨上来的海水给淹死。那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找出凶手。第4个画本出现了吗？还没有，但应该不会让我们等太久。各自先回房歇息吧。潘将军，现在怎么办？非但没有拿到宝图，我的身份也暴露了，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怀疑你，你承认了就是。那些话都是你让我说的，你可不能不管我啊！你在威胁我，你知道我的身份。要是你不安分的话，就算活着下岛，我一样可以让你彻底消失。我。你说，这第4个画本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下去的话，不等我们找到真凶，就要被海水给淹死了。周月，周月，我跟你说话了，你怎么不理我？啊，你刚刚说什么？我说，再过几天小岛就要被淹了，我们都要师傅大海。正朝不娶之人善用这种自然周期，那么那个地方会不会跟某种自然规律有关？现在什么时辰？亥时啊。我出去一趟。你去哪？哎，这字手上是被人所害，徐玉良。徐玉良，
救救我！周瑜，周瑜，救救我！周瑜，救救我！周瑜，你为什么不救我？周瑜，周瑜，救救我！周瑜，救我！你为什么不救我？这把锁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会有徐家的吊坠？为什么父亲给我的项链能打开他的锁？梦游还能睁眼呢。我看不见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你。